大家好，我是阿普，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微商，它真的赚钱吗？怎么样才能够做好这个微商？那咱们讲呢，微商呢这个项目的话呢，存在很长时间了。那么很多行内行外的人呢，都觉得这个项目已经做不下去了，而且被做烂了。那虽然说呢，这个项目比一些自媒体要简单得多，但是呢，如果不加以改变，那么一直呢沿用之前的那套策略的话呢，那当下肯定是很难赚到钱的，很难做大的。那自媒体项目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模板化的运营策略来提升数据，以此呢来提升收益。而这个微商呢，却需要直接跟用户进行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所以说很难有一套固定有效的策略模板来提升收益。那其实的话呢，这是为什么很多新手做微商却提不高收益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是否会存在那么一套适合新手的微商卖货技巧呢？首先我们想讲一下关于这个对用户群进行分类。那微商的话呢，开始的赚钱模式一般都是向熟人去卖货。那么很多做这个项目的朋友通过朋友圈展示功能，把自己所卖的这样一个商品呢推向朋友圈，而且还误以为别人喜欢看到自己分享的商品觉得呢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还帮助了朋友圈里面部分需要的人。那这种思维的话呢，也是导致我们赚不了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算是熟人吧，那只要我们向他们去推销自己的产品之后，他们就自然的成了我们的客户。所以说我们就只能用看待客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在这个时代呢，用户其实很讨厌麻烦的事情。那如果呢要自己动手，从一堆信息当中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其实呢是很让人反感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直播导购、自媒体导购能够火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满足了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可以给他们呢提供了更好的这样一个购物体验。所以说用户呢也更加愿意通过导购来下单。而我们需要做的，那就是从这个某信上面的用户进行分类筛选，某代表 V 那么比方说你的好友列表里面呢是宝妈这个群体比较多，还是说男性的群体比较多，你搞清楚包括呢哪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比较多哪个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多哪个行业的人多他们最普遍的需求又是什么。那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对用户呢进行划分之后，就可以根据用户的首先这个去推送商品产品也方便我们呢做这样一个单个账号的运用。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讲一下关于这个选品咱们要会分析数据。选品的话呢，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销量以及收入。在阿普老师以前的某账号阿普说创业这个文章里面咱们也说过，对吧？关于这个选品一定要从用户的需求呢来选择商品。那么很多人呢非常狭隘的理解为从这个用户他的一个需求出发就是从我们的主观意识出发，也就是我们认为需要什么，那我们就应该去选什么样的一个商品，那肯定是不对的呀。其实现在呢是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远比我们的主观意识准确的多可能做这个微商的朋友会说自己呢只是一个个体户，根本没有机会呢去收集或者是分析数据那阿普老师呢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不是让大家呢去盲目的收集数据这个数据呢咱们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某宝的商家那里是有现成的呀。比方说身边呢养宠物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呢就会首先想到宠物粮，比方说狗粮。但是呢你会发现那我们一般呢把自己选择的这种商品推给这些宠物粉之后，会发现呢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所以说呢我们只是想到了他们的表面需求，但是的话呢当我们在这个货源渠道上面
选择了多个品牌的狗粮，一股脑的推送给这些宠物粉之后啊，会发现转化率并不高。那所以说我们只是满足了他们的表面需求，而通过电商大数据软件，76%的买狗粮这些人呢，他们只认跟这个犬种犬龄匹配的狗粮，42%的人呢只买之前听过或者是买过的这个狗粮品牌，而9%的人会喜欢尝试购买进口天然原料的这样一个狗粮。那我们会发现他们更深一个层次的需求，从而可以分析出这些宠物粉他们现在的需求。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选品也可以呢根据3类用户的需求去选品。接下来第3点，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减少客户流失。咱们说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客户流失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不能呢完全的避免，但是可以尽量的去减少客户的这样一个流失。咱们还以这个狗粮为例狗粮作为一种消耗品，那么用户呢是需要经常来购买的，但是呢宠物狗对于单一的狗粮它是会产生厌食的呀，所以说呢用户他就不会长期的来购买单个商家的产品。但是很多养宠物的朋友他并不知道厌食期这个事，所以说在用户呢来买狗粮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这个价格优势给他们呢推出1到2年的组合套餐，让用户一次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者是以赠送优惠券的一个方式呢来吸引他们购买。那么做微商最大的优势呢，其实在于货源，那一般存在很高的利润空间，所以说我们可以呢拿出一部分的利润来做这样一个裂变活动。那么最简单的裂变活动就是朋友圈广告分享加上呢抽奖，或者是这个分享促销活动广告加上抽奖。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让购买商品的用户做这样一个这个展示买家秀展示。咱们说任何赚钱的生意或者是项目都不是简单的复制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收益，咱们一定要用心去体会一定要去动手操作，在这个操作实战的过程当中咱们去逐步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项目实操能力，包括呢推广引流的能力以及变现的能力等等等等。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另外呢说句题外话，现在是一个兴趣和想法就能轻松变现的时代那如果说你不甘平庸，想改变自己的现状，那无论你是实体店老板，还是上班族，还是这个创业的自由职业者，咱们都可以呢随时来关注阿普老师的某中号某代表公，在某信里面搜索某代表微搜索什么呢？搜索阿普说创业5个字，或者在百度里面搜这5个字阿普说创业都能找到我们。欢迎来关注我们我们会每天呢持续更新和分享创业赚钱的干货那么帮助大家呢提升赚钱能力，扩大赚钱格局，走出迷茫，最终咱们都成为自己的打心里看得起的那个人，好吧？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